2007年，雷诺在掀翻了法拉利王朝后跌落神坛，新车 R27 对前部空气动力学设计的理念出现失误，费斯切拉与新秀科瓦雷宁也难当大任，于是雷诺重回地球组，在雷诺成为2冠王的阿隆索来到迈凯伦，与 GP2 冠军汉密尔顿组成21世纪最强银剑，迎来 Kimi 加盟的法拉利也渴望在后舒马赫时代重返巅峰。奈何迈凯伦2位车手矛盾不断，间谍门事件东窗事发，阿隆索被提前解约，车队积分被全部清零，把制造商冠军拱手送给了法拉利。而阿隆索在日本的大雨中撞车退赛，汉密尔顿在上海遭遇昏厥策略磨光了轮胎，最终陷在了维修区入口的沙石地里，遗憾退赛。本期待重回塞纳普罗斯特时代辉煌的迈凯伦经历了混乱无比的一年，这让日本站之后落后小汉多达17分的 Kimi 也在最后一站巴西有了争冠的机会。在分站冠军只有10分的年代，17分已经是不小的差距了。汉密尔顿、阿隆索和 Kimi 带着107分、103分和100分进入收官战，这是自1986年普罗斯特、曼塞尔和老皮奎特以来第一次出现3位车手同时在最后一轮有夺冠希望的场面。但争冠主动权依然在汉密尔顿手中，他要确保的就是阿隆索不会夺冠，然后自己拿下第5名或以上，就可以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新秀世界冠军。但对 Kimi 来说，他必须取得亚军或者冠军才能保留争冠的可能。在大部分观众看来，如果不出意外，那么汉密尔顿将会成为史无前例的新秀世界冠军。而排位赛的结果也让人们更加确信了这个想法。为了保证迈凯伦的2位车手公平竞争世界冠军， FIA 还专门派出赛会干事来到迈凯伦的坯房监督。而 Kimi 在做最后一个飞行圈时遇到了刚出站的汉密尔顿，多多少少受到了点影响的 Kimi 在1号弯转向过度损失了时间，最终没能抢到一个前排发车位，被汉密尔顿挤了下去。主场作战，但已经失去了夺冠可能的马萨取得杆位，而阿隆索只取得第4，这让汉密尔顿离世界冠军又近了一步。Okay, Lewis, everything looks fine. Everything's looking fine. 一切的一切都在向着利好汉密尔顿的方向发展，3位车手争夺1个世界冠军。随着山本左近的 Spike 停在发车格上，71圈之后，21世纪最精彩的 F1 赛季即将迎来最终的世界冠军。驶过方格旗的会是成为新秀世界冠军的汉密尔顿，还是成为当时仅次于舒马赫和方吉奥的3冠王阿隆索，亦或是以前在迈凯伦经常爆缸而郁郁不得志的 Kimi？ 让我们在车神的故乡为曲折离奇的2007赛季画上最终的句号。5盏红灯熄灭，比赛开始，马萨起步后立刻去阻挡汉密尔顿，而汉密尔顿无法承受撞车的风险，踩了一脚刹车。Kimi 借机超过了汉密尔顿，后面的马克韦伯也和阿隆索并排了。在进入塞纳 S 弯，阿隆索站住了内线，守住第4。2号弯 Kimi 锁死了轮胎转向过度，汉密尔顿不得不再次放慢速度，趁着汉密尔顿被 Kimi 阻挡，阿隆索顺势和汉密尔顿轮对轮，并且抢占了3号弯内线，超过了汉密尔顿。而汉密尔顿被阿隆索超过之后，可能也是有点上头了，被谁超都不能被阿隆索超。小汉在4号弯之前冒险先内后外，试图反超阿隆索，但是锁死了轮胎，冲出了赛道。返回赛道后，已经掉到了特鲁利身后的第8名。但其实汉密尔顿完全没有必要冒这个险，他只需要紧跟阿隆索入弯，那么他依然可以把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但现在他暂时落后阿隆索1分，不过只要 Kimi 和马萨换个位置，那么 Kimi 就将超过阿隆索，成为世界冠军。这对法拉利来说简直是天降大礼。而另一位冲出赛道的费斯切拉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先是和拉尔夫舒马赫发生碰撞爆胎，然后再次冲出赛道，返回赛道后没有留意到后方的情况，而山本又紧跟着安东尼戴维森，没看到费斯切拉，于是一头撞了上去。想必此时费斯切拉内心肯定喊了1万遍，山本，我日你仙人。不过2位车手都把赛车开回了维修区，所以并没有出安全车。然而仅仅1圈没到，汉密尔顿就超过了特鲁利。现在汉密尔顿和阿隆索同分，但由于小汉比头哥多拿了1次分站亚军，所以汉密尔顿重新夺回了积分榜领跑位置。但第7并不保险，万一头哥拿了冠军，那汉密尔顿至少要超到第5才可以。在 GP2 系列赛中，汉密尔顿就是以超车著名的，他曾在土耳其奉献了从第22超到第2的精彩表演。
而现在他要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几次超车，但前面的海菲尔德出5号弯的速度很慢，汉密尔顿显然是没反应过来，2个轮子骑上了草地。而3圈之后，海菲尔德在汉密尔顿的施压下锁死了轮胎，直接把1号弯内线的大门敞开，让汉密尔顿超了过去。现在汉密尔顿只要再超过身前2秒的库比卡，那么世界冠军就会是囊中之物了。而库比卡在下一圈超过了马克韦伯，2个人的缠斗也让汉密尔顿离得更近了。前面的阿隆索也已经被2台法拉利拉开了5秒，节奏出奇的慢，看来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汉密尔顿倾斜了。但是紧跟着库比卡和马克韦伯驶出5号弯的却是海菲尔德，汉密尔顿居然慢了下来，特鲁利、罗斯伯格和库特哈德都呼啸而过。只见汉密尔顿进入4号弯降档后，直接挂入了空档，并卡在了空档。汉密尔顿的变速箱在最不该出故障的时候出故障了，难道汉密尔顿就要以这样悲情的方式结束2007赛季了吗？不，他回来了。在经过车队工程师将近半分钟的指导后，汉密尔顿重新恢复了速度，但是巴顿、中岛一贵甚至安东尼戴维森这3台拖拉机都已经过去了。此时他已经跌落到了第18位，而汉密尔顿距离第5的马克韦伯也差了大概30秒。但如果阿隆索还是像现在一样一圈被2台法拉利拉开 0.7 秒左右，那小汉只要追到第7就行，还剩60多圈，他能超回来吗？汉密尔顿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他超过了巴里切罗，超过了苏蒂尔，接下来他遇到了萨头桑、中岛一贵、安东尼戴维森、拉尔夫舒马赫与被套圈的科瓦莱宁组成的5车连珠。科瓦莱宁首先让过了汉密尔顿，接下来中岛一贵和萨头桑展开了日本车手之间的内斗，拉尔夫一个锁死，汉密尔顿顺势走一个交叉线，3号弯之后凭借出弯速度优势超过了拉尔夫，然后刚出5号弯就不费吹灰之力的干掉安东尼戴维森。此时马克韦伯遭遇变速箱故障退赛，汉密尔顿又上升一个位置，接下来是萨头桑，然后是中岛一贵，7圈抢回来7个位置，汉密尔顿依旧在战斗。第21圈马萨进站，紧接下来的一圈 Kimi 也进站，并没能 overcut 掉马萨。而随着巴顿的爆缸退赛，汉密尔顿来到第10，2位迈凯伦车手也在同一圈之内进站，但汉密尔顿采取了和队友以及2台法拉利完全不同的策略，换上了超软胎，并且只加了15圈的油。看来迈凯伦是想让汉密尔顿跑一个特别短的 stint， 然后多超回来几个位置。一个苏蒂尔和安东尼戴维森的2人转之后，开始汉密尔顿的第2次超车秀。第29圈，只见汉密尔顿还离身前的巴里切罗有一定距离的情况下，突然插入内线，尽管锁死了轮胎，但汉密尔顿还是控制住了赛车。巴里切罗也给了这位后辈足够的空间。勇敢的汉密尔顿，永远值得敬佩的巴里切罗。而突然中岛一贵进站时锁死了轮胎，完全停歪了，撞上了2位左前换胎工。这是中岛一贵接替退役的奥地利车手伍尔兹的第1场正式比赛和第1次进站，结果成功把这2位可怜的换胎工送进了医院，但他们还是坚持把轮胎卸了下来，这是何等的敬业精神呐！而此时汉密尔顿准备抽头超越维特尔。 What has happened? We need to know who's gonna come out in front as we see Kubica passing Alonso and locking up one more time. 小插曲哈，不过无伤大雅，汉密尔顿还是过掉了维特尔。而就在被汉密尔顿过掉之后，维特尔因为液压问题遗憾退赛。这一年的美国站，维特尔完成首秀拿到第1分，匈牙利站代替美国车手斯科特斯皮德成为小红牛车手，只跑了7场比赛，就在上海为小红牛拿下第4，和队友里尤兹带回了小红牛车队全年仅有的8分，并在年终积分榜上超过了经验更丰富的里尤兹。虽然没能跑完最后一场，但一颗新星已经冉冉升起。说到这儿，大伙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维特尔传了？别着急，最快下期就开始更。先把3连交了。第37圈，汉密尔顿2停换上软胎，但加的油不够跑完，准备再冲一个超短的 stint。出站后已经被2台法拉利套圈了，而此时科瓦莱宁撞上了护墙，虽然没有分拿，但他还是懊悔不已，因为这是他本赛季的第1次退赛，距离全赛季完赛就差那么一点。这也是雷诺在2007年的第1次双车退赛，而巴里切罗也退赛了。他的退赛更令人惋惜，这是他15年 F1 生涯来第1次全赛季0分完赛。曾经法拉利最信任的2号车手，围场内资历最深的车手，却在自己的主场被当时的本田拖拉机霍霍的1分都没有，着实令人唏嘘啊。其实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与其说是汉密尔顿和阿隆索争冠，不如说是汉密尔顿在和 Kimi 争冠。库比卡2停后，阿隆索重新回到第3，而且经过站后依然被2台法拉利越拉越远，已经快要差到半分钟了。所以跟油量完全没关系，阿隆索的速度就是慢。
不出意外的话，以阿隆索这场的节奏是永远跟不上 Kimi 和马萨了。现在的形势又变化了，汉密尔顿超过库特哈德来到第8之后，阿隆索领先 Kimi 1分，而 Kimi 和汉密尔顿同分，不过 Kimi 的分冠更多。但如果汉密尔顿追不上来，那么马萨一定会被命令让过 Kimi， 只是怎么样才能做得不那么难看呢？马萨锁死偏离了赛道， Kimi 也从马萨身后的3秒追进到了1秒以内，机会这不就来了。4圈之后，马萨竟然2停换成超软胎跑最后一个 stint。阿隆索在3圈后也采取了相同的策略，法拉利的换胎工也出来了，果然 Kimi 进站了，马萨也在大直道上疾驰而来，而法拉利最喜闻乐见的一幕也如期而至。Kimi 凭借马萨的失误以及多加的3圈油，成功 overcut 掉了马萨领跑比赛。现在 Kimi 以110分冲到了世界冠军的位置，马萨也迅速和 Kimi 保持了一定距离，以确保一场毫无意外的1-2带回。而汉密尔顿的油量是不够跑完的，还需要3停，出站后来到第9。汉密尔顿也成为3位争冠车手中唯一一位3停的，又浪费了28到30秒。而现在 Kimi 已经有了110分，如果小汉想要夺回总冠军，那他就至少要追到第5，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最初的目标。如果阿隆索能让个位置，或许汉密尔顿就能少一个障碍，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小汉需要在最后的13圈，不，应该说是12圈，至少超越4台车，因为他已经被2台法拉利套圈了。他先是超过了库特哈德，然后刷新了全场最快圈速。小汉依然在竭尽全力，但他必须先追上第4到第7串在一起的海菲尔德、罗斯伯格、库比卡和特鲁利。罗斯伯格在1号弯试图内线超越，但他和海菲尔德同时锁死轮胎走大。But through goes Kubica， 一个弯超过2台车 Giga Kubica。而随着特鲁利的进站，汉密尔顿也来到了第7，但速度更快的罗斯伯格还是把库比卡超了回来。不过看着也够惊险的，因为只要这俩人同时出事，那么汉密尔顿就会重新领跑积分榜。在他们身后，第7的汉密尔顿落后库比卡11秒，已经完全没有追上来的可能了。而在他们身前 Kimi 驶过了11号弯的下坡，又驶上了12、13号弯的上坡，最后的4个弯就像是 Kimi 整个赛季的缩影。美国站之后 Kimi 一度落后汉密尔顿多达26分，却在下半赛季强势反弹，连续7站登上领奖台。来到巴西之前，他仅仅排在第3，没人相信 Kimi 可以阻止小汉成为新秀世界冠军。而71圈之后， Kimi Raikkonen 赢得了巴西大奖赛，夺得了他人生中第1场巴西大奖赛的胜利和第15场分站冠军，以及第1座世界冠军，还有法拉利最后一座车手总冠军。 Okay, it's all over. It's all over. Hamilton 7. Hamilton 7. By my calculations, we win the championship by 1 point. 2003年 Kimi 开着迈凯伦 MP47D 险些提前掀翻舒马赫王朝。2005年 Kimi 又败给了迈凯伦的梅奔引擎，只能看着胜利场次一样多，但杆位却比自己少的阿隆索拿下2连冠。而接替了舒马赫的 Kimi 在加盟法拉利的第1年就实现了无数车手的儿发梦，拿到了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世界冠军。是的，03年和05年他只有1步之遥，但哪怕 Kimi 这2年只要有07年一半的运气，他就会成为哈基宁之后又一位传奇的迈凯伦车手。不过说起来，芬兰这个国家也是神奇，明明只有通辽2倍的人口，却奉献了3位 F1 世界冠军。登上最高领奖台的 Kimi 也是自顾自的提前一口相比下肚。毕竟不光 Kimi 自己，观众们对于这个世界冠军也期待很久了。 David, can you believe what's just happened? Yeah, that's what's happened. He's become the champion of the world, which he's always wanted. And bless him, he really deserves it. Kept his mouth shut, done the job, and up got the championship. So, to me, he's by far the best driver, the coolest kid in the world. And today was a typical example of what he's all about. 以上这个声音呢，来自 Kimi 和巴顿的前任经纪人大卫·罗伯特森。他把只开过 F3 和只开过雷诺方程式的巴顿和 Kimi 提前送进了围场。不过可惜，老爷子在2014年病逝，但他有幸先后在巴西见证了2位特批获得超级驾照的车手夺得世界冠军。比赛也结束了， Kimi 也祝贺过了，那是时候总结一下这场比赛了。首先，法拉利在这个周末表现得毫无瑕疵，1-2带回。不过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 Kimi 的成功或许给法拉利带来了一种错觉，那就是离了舒马赫，法拉利还是那个无所不能的法拉利。但随着铁三角另外的2角罗斯布朗和让托德分别在06年底和07年底先后离任，法拉利的政治斗争与整活频率也高了起来。但07年最能整活的显然是迈凯伦，
他们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明明是2个人一块斗地主，结果俩农民互相砸起了炸弹，让法拉利单走一个6，反败为胜。汉密尔顿先是在上海被迟迟不让他进站换胎的车主坑了，或许早点换胎，汉密尔顿就能多拿个5-6分。这件事还引起了汉密尔顿的 PTSD。2020年的土耳其站，汉密尔顿就担心自己在维修区入口滑出去，而拒绝进站换胎，最终一套半雨胎跑到底，提前加冕气管。而来到巴西，小汉又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变速箱故障，很多人认为呢，这是汉密尔顿自己不小心误触了维修区按钮造成的，但遭到了汉密尔顿、惠特马什以及迈凯伦新闻官的集体驳斥。会政委说，这肯定不是机械故障，因为汉密尔顿还能继续比赛，也不是电控系统故障，因为数据显示电子单元并无异常，最有可能的就是液压系统故障，一块小的碎片卷入了控制阀里，从而导致了降档时变速箱直接回到了预设的 N 档，并且怎么也挂不上去。25秒钟以后，这块碎片被冲走了，所以变速箱恢复了正常。而汉密尔顿离他的新秀世界冠军也仅仅差了5秒而已。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汉密尔顿要3停？车队官方的解释是，本来想让汉密尔顿在第2个 stint 多往前冲一冲，但实际上超软胎的磨损情况要比车队预想的严重得多。但这个解释其实说不太过去，于是就诞生了这样的阴谋论。众所周知哈，时任国际汽联主席马克思莫斯利和迈凯伦领队罗恩丹尼斯一直不太对付。间谍门丑闻曝光之后，莫斯利曾经想把迈凯伦禁赛2年，但在伯尼的劝说下，最终的处罚只是罚款1亿美元，车队积分清零。但迈凯伦在这其中很可能与 FIA 做了妥协，比如确保2位车手不会拿到总冠军。于是汉密尔顿的变速箱就诡异的发生了故障，车队也给小汉整了个离谱的3停策略。2012年 F1 资深记者马克修斯在问到汉密尔顿这件事的时候，小汉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味深长的回答。我当时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现在我知道了，这不是我能谈论的事情。即使是在前迈凯伦技师马克的自传里，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端倪。那这样的话，阿隆索的节奏始终快不起来，最终落后 Kimi 多达57秒冲线也可以说得通了。自从上海站排位赛落后汉密尔顿 0.6 秒以来，阿隆索就怀疑车队对他的胎压动了手脚。当然永远不要让毫无实质证据的阴谋论毁掉一个精彩的赛季。小汉新秀赛季的表现已经远超了所有人的预期，汉密尔顿的2008年也是未来可期。头哥虽然只能回到雷诺，但是金子在哪儿都是可以发光的。而 Kimi 他依然是法拉利迄今为止最后一位车手总冠军，依然是法拉利最后的辉煌。